高雄美浓是水莲最大的产区，这种3000年前就已经出现的野菜，采收过程非常的辛苦，采莲人得一整天泡在水里，忍受酷热或者是严寒。而水莲采上来以后，从清洗、包装，这整个过程呢也是相当的繁复。这样劳力吃重的工作，却有年轻女生愿意毕业之后就返乡种水莲。靓丽的外形是许多乡亲们心中的水莲公主，而她真的也是家中唯一的小公主。但是2个哥哥都没有意愿要接下家业，她自告奋勇跟在父亲身边帮忙。她说：“水莲是家乡引以为傲的农作物，再怎么苦都要坚持下去。”手握一束飘逸柔美的水莲，来回甩动溅起水花，就像是美女淋浴时弄湿秀发，水滴落下的瞬间。水莲农2代吴小文有着靓丽外形，仿佛是《诗经》里描述看到美女采水莲，参差荇菜左右流之，窈窕淑女寤寐求之的翻版。我刚回来，我是最年轻的，那我应该就叫自己是水莲公主，对。但是公主要做的事情也是很多还要维持形象啊。但不管任何封号，只要跟水莲绑在一起，就注定不会太轻松，因为它种在池底，想摘得泡进水里，使尽全力往上拔。用手的话是真的比较难哦，因为它是整个在那个土里面很紧实。爱女心切的爸爸看到这一幕，青蛙装也不换了，直接进池里要来帮女儿一把，把多余的尾部叶卷去掉，这样就是我们要的野。吴文瑞说，水莲原本是野生的，学名龙骨半杏菜，是台湾原生种。高雄美浓是最大产区，当地农会还申请商标，来自美浓的称为野莲。在维汤里面也有放很多鱼，像草鱼、鲤鱼、锅鱼。放鱼的功能就是让它去除藻类。顶着大太阳泡在水里采水莲，也许有人觉得辛苦，但却是父女俩难得共度的亲子时光。如果采收完了，那鱼采收完了就把它抓起来放到别塘啊，它就一直循环了。那这样鱼不就越养越大？越大的时候就太大了就要淘汰啊。那淘汰的鱼嘞？淘汰的鱼就供人拿来吃啊。要不是这一天还得忙着出货，爸爸和女儿可能会这样子聊到天黑。我阿公跟我爸爸种植烟草，直到烟草被公卖局收回以后，不能种植烟草，我们就开始种稻米、红豆，然后到我这一代就从事种植水莲。吴文瑞曾从事警职，担任所长期间，好几次和歹徒正面交手，也曾帮助不少民众渡过难关。退休后接手家中农务，改种有在地特色的水莲。水莲是属于热带性植物，它夏天天气越热的话，它成长速度越快，2个月就可以采收。冬季的话，天气比较寒冷，它成熟速度都相当缓慢，所以将近要3个多月，100多天才可以采收。哎，看到那个野莲走啊！爸爸把水莲再回加工厂，交给女儿进行下一步的挑拣清洗。一个先抓头，抓好之后尾巴切下去。不能剪太少，也不能剪太多。如果剪太多的话，它就会整个散开来。在没有空调的加工厂里，再次穿上青蛙装，泡进清洗池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冬天的话就会比较冷，然后尤其是女生，因为女生的子宫在这种，我们这边工厂会比较热，只要太热我就会往下一点好，这样就好像比较凉一点。把翠绿水莲当成来到美容院的客人，这一刻化身造型师的吴小文，拿起剪刀修剪后，再细心清洗。洗完头之后，我们就会开始先甩一下，然后把它后面
不要的，像刚刚不选的，就是不要的，然后梳干净，就像梳头发一样那样梳。等到发流顺了，就可以绑马尾，还得再检查一次，找出瑕疵。挑的时候就是要这样，让它一根一根看开来，然后一根一根这样。然后只要看到一些烂掉的啊、不好的，然后叶子，就会把它挑掉。其实有一点小后悔，就觉得哇，做也太辛苦了吧，就是要一直泡水，然后就是一直从头到尾就要一直剪头，剪完然后就要开始洗。对，就是要一直重复这些动作。返乡后才知道，得经过这么繁复的工序，水莲才能成为盘中的佳肴。但亲情的呼唤让他决定坚持下来。他就很有自信啊，他就说：“你回来就过来帮我接管啊，毕竟爸爸都是疼女儿嘛，对，然后妈妈比较疼儿子，对啊，我还有2个哥哥，双胞胎啊，我是最小的啊，一个哥哥是在军中，一个哥哥在桃园工作，对。”然后他们就没有想要回来，然后我就想，那我好，我回来试看看好了，嘿呀，想说因为也是跟爸爸感情比较好，很多人都会握得很紧，那它就会坏掉，对，所以它就是要轻轻的握，然后把这边束也不会太松，就像是呵护秀发一样，包装水莲得用巧劲，才能呈现优美的圆弧，这样就是会包得比较厚，然后又比较丑一点，对。然后我们就会对齐，然后再转一圈。从一开始的什么都不懂，现在除了相对困难的栽种，其他工序已经能掌握。年轻的他还想做更多。我觉得美农好像自从我国中毕业以后，就比较开始没有什么活动，然后最有名的就是白玉萝卜跟小番茄。对，我就觉得水莲好像也可以。他找来朋友们一起在假日拍摄短影音，原本自己也不懂的水莲小知识，都变成一个又一个有趣的影片，在社群媒体上发酵。因为这个部分爸爸比较不懂，他就会让我自由发挥。有时候拍影片花设备，像是麦克风，其实这些都不便宜。我就会跟他说，这些都需要赞助。爸爸也是 OK， 对啊。我们家大厨就是爸爸，爸爸很会煮菜，都很好吃。因为我从高中以后就是在市区或是别的县市读书，我舅舅回来也是，爸爸就会下厨。对，我觉得哇，好幸福。色泽翠绿哈，然后那个粗度有够，好，这表示这野莲很健康。大火快炒，加入在地的土凤梨黄豆酱，再加点少许米酒。每次做菜给女儿吃，爸爸都会来点不一样的。就是从小到大，我都觉得爸爸很严肃，对，就是其实有时候连我都不太敢跟爸爸讲话，但是爸爸对我真的很好，不太会讲话，但是会用行动表达。回到家，女儿就是爸爸的小公主，豁免了炉灶边的辛苦活，只需要把萝卜磨成泥，做炸水莲的蘸酱。父女俩在厨房里分工合作的背影，竟是一模一样。穿烫20秒，起锅迅速冰镇，再分切挤上沙拉酱。凉拌水莲也是吴家餐桌上会出现的菜色。现在大部分都是全台湾，就是基本9成9都是在美浓水莲的部分。对，我会觉得它就是一个美浓的特色。待在最熟悉的家乡，农忙中父女俩延续亲情，也期待用他们的双手种出一年比一年更有价值的绿金。